大家好。前2周啊，已经开始在做去西藏的准备了。但是中间呢，有那么1、2周，我同学跟我说最近可能疫情比较危险，你尽量先别出门。而且前2周啊，我的状态说实话不是特别的好啊，身体各种方面啊也不是调养的不是特别好。正常情况下，我在原来出去越野之前啊，我都会对我的身体啊进行一个怎么说？调整啊，或者说休养生息。最长的时间的出门在外的时间呢，就是5到7天。那最短的时候可能2到3天的一个极限越野，像是婚山达克啊，基本上都是2到3天我们就来回。当然说可能3天那时候能跑到3000多公里，但是时间比较短。但是呢，这次去西藏呢是一个非常长距离长途跋涉，而且穿过了很多。最近啊，在爆发这种输入性的啊，就国外啊进来这种的疫情的地方啊。后来我觉得，前2天我体重也掉了10几斤啊。后来我朋友也说，千万别在这时候去了，因为这时候身体没有在最好的状态啊，反而是外面那么多东西啊，你万一要是说啊，在外边碰上这种就不太好了。所以说，我觉得西藏之行哈，先往后稍微放2周。那么过几天啊，看看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出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开箱啊，这个就是我为这一次西藏之行做的准备的一个户外电源啊。这个牌子的户外电源在网上或者说在越野圈里边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电源。这个电源呢，我其实已经看了很久了啊，但是一直没有买。为什么呢？觉得可能利用率不是特别大啊。这次去西藏啊，有2个东西是必备的啊。一个当时我想的是柴油的那个取暖器啊，车顶的柴油取暖器。另外一个当时我就想的是这个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对长途的穿越啊，尤其是经常在外边啊生存的人，或者说你对用电有比较大需求的人啊，这个户外电源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啊。这一款啊，实际价格是1480，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算是类似于正弦波的那么一个户外电源。这个箱呢我们就不给大家开了啊，发给我的时候我也没想着做视频，我想着赶紧出发，结果也没出发。我们买到了这个户外电源之后啊，这个户外电源到底有哪一些功能给大家说说。首先哈，每一个的它的电源啊，都是单独控制的。比如说我们要用 USB 的时候，我们可以摁一下啊，看好摁一下，它这个地方有个指示灯啊，就亮了。你摁一下它就关了。然后呢，上面有2个啊是显示的，上面有2个字啊，能看到数显，摁一下啊，能看到我们现在电量还有多少？78%，能看到啊，一个是输出，一个是输入啊 ，output and input 啊，旁边就是它的电量的剩余78%，这是它的功能之一。另外一个，这个旁边啊带有模拟的汽车点烟器的这个效果，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控制这个点烟器开关的，是不是特别好玩？然后啊，下边这个是给它充电的，就是220伏电源进行充电的。这个呢就是 USB， 上面写了啊，是5伏2.4安，这个电量也不是特别大啊。这个地方有一个控制的，我们可以摁一下开开，然后关上。这个呢就是模仿啊我们市电这种的输出的 AC 电源的啊，正弦波的。大家记住啊，一定要选正弦波的，正弦波的不会对我们的电器进行一个损害啊。然后这边分为一个2项的插头，还有一个3项的插头。旁边呢就是散热，这2边就是散热啊，后边就是很平整的一个面板啊，上面也没有什么东西。不得不佩服啊，现在我们科技最顶尖的啊，还是在深圳啊，这个是深圳一个厂出的。
这个电源呢，我觉得将来会陪伴我们大部分长途的穿越啊，给我们的无人机和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啊提供一个充电啊。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啊，除了电源的本体之外，还有一个它的充电线的包，就是这个配件啊，一共只有充电器啊和这个配件包2个东西。这里边呢一共有2根电线啊，一个是能看到吗？啊，这是220伏充电的，这个插口在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插上之后，我们可以用市电对它进行一个充电。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点烟器的充电口啊，这个充电口也可以接在充电的地方啊，我们直接插在点烟器上对锂电池啊，它的这个户外电源进行一个充电。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需要购买额外的配件，那就是用太阳能电池板啊，对它进行一个充电。那个电池板呢，需要额外的花钱去购买。这个东西呢，大概感觉啊，有个5、6斤的样子啊，但是还是比较小巧的。这个就是我们西藏之行啊，我们的电力补充啊，应急电力补充来源了。大家也知道啊，向来是做完开箱之后，然后还有一个长期的测评。如果将来啊想买这款电源的朋友啊，可以关注我，可以在今后啊我的使用当中啊，我们进行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呢，也就充了一会儿电啊，这将来吧，给大家慢慢使用之后呢，给大家一些经验啊，包括应该这个电池容量大不大啊，我们的续航时间够不够啊，在极端条件下使用，它的可靠性如何啊？都是将来在视频里边的一些我觉得给大家说的东西吧。今天就到这儿，拜拜。